那有20位朋友们想要问一个这个匿名者问的问题，说：我是忧郁症的患者，我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相当的迷惘啊。那请问我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谢谢啊。那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呢，就是感受迷惘啊，然后跟迷惘相处啊。那所以恭喜你已经达成了你人生的意义啊。那但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我并不是乱讲，就是说因为意义它的发生其实是在你跟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跟一个社会上面你可能看不顺眼或感觉很忧郁的一件事情相处够久之后才会出现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急着抛出标准答案的话，那常常就是会让这个结构性问题更糟，那然后就更糟糕。因为如果有这种简单的解决的方法，它早就解决了。所以绝大部分你会感到挫折、感到忧郁等等的事情都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那忧郁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人在忧郁的状态的时候，比起在躁期的这个状态啊，比起在比较狂躁的状态，狂躁的状态是没有什么耐心的，但是忧郁状态的人是比较有耐心的，就是你真的可以跟问题相处比较久，那就是不是 on top of things， 就是跟上最新的流行，而是 at the bottom of things， 就是追根究底的去把一个思路把它走通啊。那所以就是说跟这样子迷惘的感觉多相处一段很长的时间，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嘛，你可以看到一些别人因为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而没有看到的事情。所以在忧郁状态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一个长久的结构性的问题相处的话，那就是保持这个迷惘的状态，然后等到你想清楚的时候，不要忘记跟我们分享啊。有19位朋友们问说，从人生中到现在政治生涯当中最难熬的事情有哪些？这个果然是我们还是最后扣合到熬民主啊，政治职人学堂，怎么样穿越黑暗走到今天？我们如果面对人生的困顿，例如梦想好像无法实现啊，要怎么样鼓励我们走下去哦？那其实梦想本来就不可能实现啊，不然怎么会叫梦想呢？那就是在梦里的想法啊。所以你要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势必它会必须要做一个就是转换。就是说我常常大家可能知道我的灵感啊，什么创新啊，什么大概都是在梦里面做嘛。我睡前会看所有该看的资料，不下判断，然后睡一觉。那睡醒了，如果很复杂就要加班，就是要睡到9个小时。平常大概睡7、8个小时就可以了啦。那然后醒来之后，大概就会有一些创新的见解。但是我醒来之后，我觉得这个真是标准的、完美的、太棒的这个解决方案，我还是必须要去建立一个这个解决方案的正当性。我不能告诉我的同事说我昨天梦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对的，这个不是很 work。我还是必须要去告诉他们说，他们所认知的价值跟我这个梦到的解决方案到底要怎么扣合等等。那随着我越这样子讲，我就会越发现说我在梦里考虑的层面还是不够周到，我还是需要大家的这个 input。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要实现的时候，你必须要放弃掉说，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 branding 这样子一个感觉。事实上，我在梦里进行这个综合判断，大概也都是可以 trace 到，就是可以追踪到前面到底我看了哪些材料来影响我。所以对我来讲，我真的只是一个载体，就是说一些比较创新的想法，那透过我增加它的基本传播数啊，就增加它的 R 值。那但是就是所谓增幅了。那但是在增幅的时候，我那个本来讯号并不是我这边出来的，所以我每次这个记者朋友们访问我，就是说他标题有时候会简化成什么唐凤等人啊，或什么之类，那我都一定会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没有包学人听那个叫卓志远，口罩低头那个叫吴占伟，去南韩的那个叫江明宗等等，就是说他一开始那个讯号来源本来就不是我，那透过我之后，经过增幅之后实现的也不是我个人的梦想，而是说他当时在那个一时一地能够解决的事情，我尽可能经过我的这种价值的糅合吧，把它变得更普世。那变得更普世之后，就在越多的地方可以去使用。所以要走下去，当然这个什么非洲俗谚啊，不是说那个每分钟60秒就过去，那个是就是要走得长的话，要很多人一起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尤其是是要跨时代的一起走。所以就是你的梦想大概真正实现到你觉得认得出来的这个时候，其实说不定你已经很老了，或者你已经不在世上了。那本来就是这样。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就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话，比较不会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那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事实上才是那个困顿的来源。如果
果就像刚刚讲的，你如果有挫折感、有忧郁、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客人一样，就说因为你房间够大嘛，那他可以进来，那就跟你一起住一阵子。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被那个东西拖下去。但是如果你心里的空间不够大，你急着说我好像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一定要在这个月或者是说明天就要看到这个我实现的这个改变。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确实会造成非常大的个人的这个压力。那这个个人的压力常常就会变成说你心里的空间不够。那真正创新的、真的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的概念进来的时候，因为你心里已经没有余裕了，你没有办法成为那个东西的载体，因为这个听起来离经叛道，你已经没有办法 entertain 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就是把自己的心理的空间做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心里的这个锅子够大哦，这个什么东西熬得够久啊，并没有任何东西难熬的啦。就是任何东西你只要熬得够久，然后锅子够大，到最后啊，它都会变成它就是最简单的这个组成的部分啊。